有缘人，一个乞丐因为一句话，让我的朋友少走了30年的弯路，身家过10亿。他把这句话分享出来以后，很多人多从中受益，身边开始贵人不断。今天我把这个秘密也告诉大家，只要你也能学会这3点，贵人一定会排着队的来找你。他的人生故事真可谓是一个传奇。他是安徽农村一个特别穷的小伙子，因为他不喜欢念书，在老家门口摆了一个水果摊，日子也是过得还行，勉强有个温饱。没想到有一件事情让他大受刺激。有一天，他的前女友就跑到他的水果摊里边说，你看你天天在那卖水果，你能有什么出息？等他收摊回到家之后，就发现房子门口围了好多的人，大家都对着他的那个房子议论纷纷。他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在他屋子的外墙上，这个姑娘用红漆写了17个穷字。当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他就在想，我这辈子发誓，如果不出人头地，绝不再回到我这个老屋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冲着爸爸妈妈住的那个方向刻了3个响头，留下一封信，直接买了一张火车票，从老家到了北京。他觉得他到了北京之后，可以从此开启他的梦想之路。但是他想错了，他到了北京之后，发现连饭都吃不上，他就会到医院里头喝自来水来充饥。冬天他就睡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夏天就睡在公园的躺椅上。在这半年当中，因为他的学历低，见识浅，没有任何一个老板欣赏他，几乎把北京的各个工地都已经跑遍了，基本上就是属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当他看到路边那些吃不上饭去行乞的人，他总会感同身受地想到自己，无论在哪里看到乞丐，哪怕是1毛2毛的钢镚，他都会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碰到了一个神奇的乞丐，一来二去，他和这个乞丐就熟了。他问这个乞丐，你哪儿的人啊？怎么就变成乞丐了？这乞丐一开始也跟他去忽悠，把自己的身世编得特别的悲惨。后来发现，只要在街上偶遇，这小伙子总会给他钱。明明自己都吃不上饭的人，他还要把自己的钱给到乞丐。后来时间一长，连这个乞丐都于心不忍了，看着这个小伙子就说，就你这样，你都像一个乞丐，小伙子你就别给我钱了，我在老家都盖上3层楼的砖房了。小伙子一听大为震惊，说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你还当乞丐干嘛呀？小伙子听完了都震惊了，他说，乞丐是我的职业，我只有当乞丐我才能赚钱去盖房，一开始我也赚不到钱，因为我穿的衣服不够穷，不够破，别人看到我没有想到要把钱给我。后来我就突然悟到了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我既然是要当乞丐，肯定是穿得越穷越破越可怜越好。
所以我就从我二叔家淘了一套完全不合身的特别破的衣服，我还得再剪一剪，还割那漏一漏，棉花啥都出来，又脏又破又臭。这件衣服就是我的工作服，咱俩到处碰，也真的是有缘分。我就告诉你，乞丐这一行是有门道的，你不仅仅是要把你这个行头备齐了，同时你还得去分析，在北京哪儿富人区，哪儿的人最多，比如朝阳、国贸、CBD 这块都是有钱人多的地方，我就经常会出入在这些地方。我看你人也不错，这穿的这个衣服呢，基本上已经接近我这行头了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干乞丐，肯定比你现在赚得多。小子听完了之后大受刺激，他心里想，如果让我的前女友知道我到北京来是来当乞丐的，我还不如现在就去跳河。回到医院，坐在那椅子上想了半天，看着急诊室里面进进出出，一会儿这个人进来抢救，一会儿那个人抬进了太平间，家属跟在后边一路嚎哭，他的心里特别受触动。那我的人生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进进出出之间，人生就结束了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其实乞丐说的话有一定道理。是什么？就是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如果你穿着破破烂烂的，你就只能和乞丐为伍；如果你穿的衣着光鲜，你才有可能挤进比较上流的一个社会，获得更多的人脉和机会。机会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。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小伙子点了点身上的钱，只剩下180块钱了。他咬了咬牙，把心一横，就直接去那种二手市场，去给自己淘了一身半成新的西装。这次他直接去了一个高档酒楼去面试，没想到他的这一番谈吐，他的这份气质，竟然还让面试的人一眼就相中了，说：小伙子，你留下来吧，你就在前厅给我们去端盘子吧。直接就给了他2000块钱的月薪。这对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孩子来讲，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。那么他在这儿干了没2个月的时候，这个店里来了一个客人，他定睛一瞧，这不是他的发小吗？但是发小愣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人是谁。后来他就特别惊喜地跟他讲，说：我是那谁谁谁啊。那发小说：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挺帅啊，你之前穿成那样破破烂烂的，你看怎么穿成这样了，人模狗样的。他说：我现在在这个酒店当服务员了，以后你就到我们这边来吃饭。然后接着就从兜里拿了几张打折券给了他老乡，而他老乡高兴坏了，说：行，没问题，我以后就把我们安徽的这些老乡们全带过来，以后就成我们的食堂了。后来当月呢，就光提成，他又拿了2000多块钱，把这小伙子给高兴坏了。他就决定要请他的老乡吃一顿饭。在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他就听这几个做家电生意的老乡在那说：
他们这个行业平均的薪资水平也在7、8千。他当时一听7、8千，我的天，是我现在的这个底薪的3倍。于是他就开心地问他们说，你们看我行吗？别人看他说不行。你这初中，你是初中文化，你又不是像我们学这个专业出身的，你怎么行呢？不行。正说话间，那边一桌人忽然就吵起来了。然后这个小伙子定睛一瞧，是这一条街上的一个专门吃霸王餐的恶霸，所以他们经常会混迹于这些酒楼里面吃霸王餐，吃完擦擦嘴就走人了。这事儿呢，他可以选择跑到后厨躲起来，也可以选择跑到旁边去报警，而这个小伙子就追上去让他们给钱。那肯定不能给啊，人家就没有给钱的习惯。他组织这酒店的全体员工把大门紧锁，把这伙人紧紧地围困在里面，同时报警。推搡之间，然后警察来了，这伙人恨恨地交了饭钱走了，然后指着他的鼻子说，你给我等着。但是他当时在现场的这种勇敢和担当，却给他的老乡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。所以后来没多久，他就跟小伙子说，你就到我那儿去，先从仓库的搬运工干起。他感觉眼前一亮，仿佛找到了生财之道，立刻就把酒店的这个活给辞了。但是他当时的这个工作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销售，都是在别人培训的时候，自己坐到后面来听一听，确实就学到了很多的家电知识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的老乡正好中午出去吃饭了，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客户，想要买家电。这个小伙子灵机一动，我要试一试我的专业能力，看看我行不行。于是他就开始跟这个客户去介绍起各个家电的特点性能，以及帮客户去分析这些家电的性价比。这个客户一听，这小伙子也太专业了，所以一次性的就买了3台。小伙子开心的不得了，就那一天的提成就2000块钱，就请他这个老乡去吃饭。所以呢，他特别感谢他们，给他提供了这么一次非常好的机会。酒过3巡之后，他的这个老乡就拉着他跟他说，以后你就跟着哥好好干，哥罩着你，保你这辈子衣食无忧。小伙子听了之后也是干劲十足。3个月之后，他就是这个区域的销冠。他连续半年是全国连锁老板之后，发现老爷子慈眉善目的，特别和蔼可亲，根本不像他想象中的那种霸道总裁极其威严的样子。他提到嗓子眼的这个心慢慢就放下来了。这老爷子就说，你干得不错，小伙子，你未来大有可为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？你可以跟我说说，我来帮你解决。小伙子想了想，他说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你看我现在年纪轻轻的，1个月能够赚好几万，你说我是算有钱人呢，还算是没有钱啊？老板听了之后就说，年轻人这种困惑，所谓的有钱和没钱，
不是看你今天有没有钱，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，用未来来定义现在。所以我觉得人是不能够穷谋的，尤其是在谋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小伙子回去之后辗转反侧，一夜未眠，一直在琢磨10年之后的我到底是谁。我将来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亿万富翁，我今天就绝对不能再是一个打工人。在谋略上面，我应该提前布局，不然的话，我将来就会随波逐流。没多久，他就发现，第一次在他这里买3台家电的那个中年人又出现了。他就很好奇地问他，说：“你要买那么多的家电干什么呢？”这个中年人也跟他讲了，你们这么大的店瞧不上我们的，所以不会让我们来加盟的。我是来进货的，我把这个家电放在我们老家那边卖，我这个里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差价，这样的话我也就能够去做这个生意了。听了这个中年人这么一说，这小伙子脑子转得特别快。既然这个中年人那么想做这种生意，那么像这种 C 端的这个需求一定就是一个刚需。想到这里，他说干就干，立刻就跟自己的大老板去沟通，说老板，在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跟我讲10年前我们做的事情，要对10年后做的这个事情有结果有交代的。我想做全国招商加盟，做小的这种家电城，专门把我们公司这一块的业务给做起来。如果在您这儿做不成，我就离开您这儿，我得自己单干了，您得支持我。老板听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，更加赞赏他的这个商业谋略，直接说行，我专门给你合资一个公司，我来投钱，你来干，咱们一起把这个事儿做大。后来果然他的人生就如他所料，这小伙子直接就给这个公司在第1年就挣了300万，后来在6年的时间之内，他就直接就成为了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了。10年时间，他身价破了10个亿。那后来我也问他，你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白手起家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你这个期间有没有自己总结过，有一些什么样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？然后他就跟我总结了3个点：穷不露相，露则遭欺；富不露骨，露则遭祸。就是在我们穷的时候，不要显示出一副很落魄的样子，不然容易被人欺负，因为你脸上就写着我很弱。因为有一些人他就喜欢捡软柿子捏，不欺负你欺负谁？而有钱的时候也不能够太过显摆，不然就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。有很多的人因为炫富，最终的结果都很惨。所以要想成功，第一步绝对不能够露穷相，第2点更重要，绝对不能够做穷事儿。很多人喜欢占别人的小便宜，比如说我送你一个小礼物，我总想着你什么时候回礼，怎么还没回礼？这人怎么这样？就是心里总会放不下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做人一点都不大气，非常的吝啬自己的付出。如果身边朋友对我们的正向评价越多，
我们将来获得机会的可能性就会越大。第三个最重要，一定不能穷谋。什么叫穷谋呢？就是非常的短视，只看到眼前，看不到未来。干一份活就要一份的钱，而且立刻马上兑现是最好的。你给他加一点活，只要不给他钱，他立刻骂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干活给钱，立刻干活立刻给钱，那叫小时工，那叫钟点工。这样的人这一辈子，就算偶尔有一个机会在他身边，他也一定把握不住。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很努力的在打拼，却还摆脱不了穷日子？你以为穷只是时运不济造成的吗？大错特错。这三个坏习气，你但凡修掉一个，你的人生就会出露曙光；但凡修掉两个，你的人生才会渐入佳境。一旦三个全部修掉，你的人生一定会顺风顺水，一马平川，有缘人。接下来我给大家说7条望自己很准的玄学真相，你就照做1个月，看有没有好事发生就完了。第一，人生最大的捷径就是打扮自己。古话说得好，言语压君子，衣冠正小人。打扮跟你的运势是息息相关的，毕竟现在这个社会，没有人有这个闲工夫去了解你的内心，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所以你的形象一定要走在能力的前面，哪怕在低谷也要好好的打扮自己。第二种真相叫自证预言，千万别去说什么自己的记性不好，身体差，运势不好这样的话。宁说1000句好，不说1句坏。你可以经常对着镜子说，我非常优秀，我能，我行，我太有钱了。所有的欲望你要用自己的嘴巴说一遍，那你之后所有的行为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去靠近。第三，过去的事情不纠结，未来的事情降低预期，已经发生的事，无论好坏都让它过去吧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的事情你越不在乎，反而最后结局越来越好。就像古人在仕途不顺的时候，会放下过去的挫折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不沉迷于过去的不如意，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当下。第4点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果，他陷入到了他的执念里面。你如果非要陷入你的执念，一定要把它给渡了，你也就会陷入到你的执念里。道德经里面曾经说过，福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能否走出自己的困境，归根于他的觉悟。这也是庄子所主张的顺应自然。第5个玄学，你越快乐，你的运气就越好，因为人越快乐，磁场能量就越高，而一个人的贵人和财运呢，都会往磁场能量高的地方去汇集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乐而不淫，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，同时把自己快乐传递给他人，广结善缘。就算你以后遇到人生的低谷期，
也会有人支撑你一把。第六，切忌言慢者贵，性柔者富。在面相里面说，一个人的气运都藏在他的脾气里面。你去看那些真正大富大贵的人，都是一些脾气稳重、性格平和的人。记住，财不入急门，要去养自己的心态、脾气和格局。论语中曾经说过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。说话稳重，脾气平和是内心修养的一种外在体现，利于积累财富和福气。就像古代的贤士，都是以温和谦逊的态度处事，最后都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支持。第七点，有的事儿做不成，真的是老天在保护你。道德经里面说过，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什么停电了，闹铃没响，航班延误，或者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原因耽误了你的行程，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坏事。得到的未必是福，失去了也未必是祸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，当下看起来不好的事，可能会避免未来更大的灾祸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一时的阻碍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切记不要急躁，欲速则不达。最后我要教给大家一句口诀，我就是命好，我想啥来啥，做啥成啥。我就是旺人、旺财、旺家宅，人气、福气、财气通通都流向我。看到这里的有缘人，祝您2025年一切都好，一顺百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2025年成功翻身，愿你破旧立新，迎来辉煌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